大家好，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期这个王冠巫妖的玩法。上个赛季呢，我也是用这个玩法在韩服打到了970分最高啊，当时差一把王者。不过没事，这个赛季我还会继续冲的，先到王者再说。下面我们直接进入玩法介绍啊。这里第一个王冠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，看到了吧？对面两个爆发的一个艾克的一个伤害，基本都被我这个王冠给抵消了，一波关键的节奏就这样打出来了。而且我们巫妖加王冠现在跑的速度很快。这里看到锤石把峡勾践塔，这时候我们移速还有巫妖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如果没有高移速的话，肯定追不到他的。这里他感觉跑不了，然后回头想跟我们对拼，我们直接就完美拿下了，可以和黑暗收割和巫妖之祸。如果假如你没有巫妖和黑暗收割的话，你就会要等一个 Q， 对吧？如果 Q 技能被他躲了，那是不是就挨打了呢？这把对线的是一个吸血鬼啊！打吸血鬼的话呢，我们前面因为带的是黑暗收割啊，所以消耗的话，我们尽量能噎就噎到啊。如果噎不好的话，官方E的话就等级高一点再耗它，不然的话他吸血 Q 几下小兵就回来了。对线的话，我们是正常等他把 Q 技能交的时候就上去噎打他一下，耗一小波，然后正常补最后一个小兵就可以了。然后对面这个吸血鬼带的是一个闪现疾跑啊，我们带的是个闪现引燃。这里看他补残血小兵一个噎，去抓他失误啊，抓他补刀的一个时间点，然后反手噎打他，这样的话技能命中率会很高。然后这里先升啊，看到他学 E 技能了，然后上草丛可能给眼了，他往上靠，我就噎耗他。然后上面给个眼，看到他插眼了。这里就去一个 EA， 然后卡一个距离，看到失误点，然后一个 Q 到，因为他们学 W 的。这里我们马上3级啊，准备一个小兵快死的时候，我们立马靠前走啊，然后一个1中了，可惜 Q 没中，他这里走位还比较不错啊，把我们 Q 给躲了。这里直接一个 EA 准备 Q 闪，可惜他也闪现了，比较果断。我们继续给他压力就好了，然后把兵线慢慢推进去，然后把药都吃了，把我们状态给补上来。这波血程还没好的，这里我们直接一个 E 一个引燃，注意这波细节啊，在塔里面千万不要放 W， 因为你拉斯如果在塔下放 W 的话，你肯定就直接被防御塔给 A 死了，他可以再多 A 一下。我们一定要走出这个防御塔的这个范围，然后再放 W， 这样的话可以不用死亡。这直接一个把他大招给逼出，把他血池给逼出来。看到 EZ 过来了，没关系啊 ，Q EZ 我们躲在小兵后面，他 Q 不到我们，因为卡影过来站路上了。我们把3人打完，可惜1丝血。这里吸血鬼一个 E 闪被卡影一个 Q 给当场给杀了，然后惩戒杀死 EZ， 很完美。来看一波这波一个小到后啊，对我们移速比较快，巫妖之后也有了这个EA怪影，这里直接一个 AQ， 他血池都没开出来，因为他根本想不到我们这个平山那么高，先平的同时，然后立马一个 Q， 然后触发一个巫妖的一个被动效果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反应出来，没有反应过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是一个龙王的一个对线啊。这里前3个兵，我们只要远离这3个剑兵就好了，因为龙王一般来说肯定是学1技能，然后吃这3个星辰的，我们1技能直接耗他就行，然后补最后一下。这里他上来 A 残血兵，我们直接一个 EA 打一套，他没学 Q 啊，这里他把1技能也放了，我们准备升2，就一个 EA 先，还有一个被动。然后去 A 我们的一个残血小兵，不要压得太快，不要推得太快，用技能直接耗他就行，配合一个恶意重伤的效果。这里升到3级了，这里想去跟他皮一下啊，这里我有点上头啊，被他用的 Q 技能用的比较早，所以被他 W 给打出来了。不过他距离他闪现是穿过这个墙又太远了，所以把这闪现打出来。不过他现在状态比较残，他肯定必须得避了。然后他的 TP 我们快速把线给推一下，他这个位置回升要8秒，踢出来4秒钟，我们有
，12秒的时间可以把这个线狗推进去。就想看一下他有没有在这里回城，没有逮到，那我们直接 B 就行了。可以看到开影啊，看到我们蝎子的移速就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反手推开影，好，4把连招直接带走。如果没有蝎子的话，可能这波就得交这个闪现了，就不好，光靠走位的话就不好躲他这个大招了。虽然我们这把没有对位，暂时还没有单杀，但是的话，我们经济各方面都是比对面龙王要好的很多的。这里我们直接 Q 技能尝试一下把龙王闪现给打出来了，可以，他也比较懂啊，知道不能被我们 Q 到，不然他直接就死了。我们直接给 E 炸他一下，继续耗他。这里我想放个大，再等一下。然后顺带兵线把兵线给清了，龙王在里面避啊，快速推，让他亏小兵。这里他选择不走啊，选择想吃线啊。我们等 E 技能好，一个 EA 加 Q 直接带走，然后拉出防御塔，最后快速的时候再开 W， 把我们的小装备给出完，仪式章节、恶魔法典加仪态金库啊，全部出完了。这里我们一到他直接打一套了，这里他大招把我们走位给逼回去了，不能直接追了。没关系啊，杀不死也没事，我们直接把中医塔给拆了。这波他残有可能是要逼回家的，我们直接拆就好了。对面也是下路，大家也都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担忧继续推中二塔，因为武器也在带上路。很安全，相对来说是安全的，继续拆就好了。这里面下路复活，我们要提防一下，对面下路会不会来中路有我们？先往后撤一下，这里探照一下，看看辅助会不会从上面绕过来。这里没有看到，那我们继续往前压，因为我们上面有视野，下面是我插了一个眼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。这里1到 QR 直接把这个龙王给带走，阿塔给拿下。经济直接来到2300了，13分钟130个刀，还好吧？这个就是一个纯，相当于等一个纯拆塔，靠镀层还有一个二塔补的一个经济了，4个人头还不错。外加我们VL也是直接有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移速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啊？拉日出移速的话，这里往右走，看到龙还没一个大的，我们直接往前走，直接躲了 N 个技能。然后队友全到，这就是一个移速的作用啊，所以知道为什么要出移速，尽可能出些移速装了，因为你拉个4大基础移速很慢，如果你不带神奇的鞋，也不带任何加移速的符文，也就375点移速，不出上书的话，如果你带了神奇的鞋，也就380的移速，所以的话有一个移速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人均这种版本人均都是400移速，你拉4移速太低的话，就很容易被追到啊。